哇，这里也太了吧！整个关城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悬空会所和这个传送塔，真正做到了重庆森林的状态。这个很重庆。你现在是把2个地块通过这种空中连廊把它串联起来。对，现在豪宅的做法，你看现在都做出了这种艺术画廊的状态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钢琴馆就还蛮舍得投入的。一进来就是这种大平层的状态，然后也是带了一个非常大的露台，当时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样板，所以它很有代表性。看它的外立面，相当于形成了几个玻璃盒子。当时的设计理念叫做珍宝探秘，确实这样还挺震撼的。在重庆选哪里置业才能登顶3城之巅？探访全国101个城市地标楼盘，今天带你走进重庆关城 ，Let's go！ 观音桥应该算重庆最繁华的地方，是的吧？这块地应该也是算重庆数1数2的这么一个位置，数1不数2。在这个1期这里，我看到一种状态特别好，外奢内隐，然后闹中取静，自成一片的状态。是，我们希望这里还是空间上也是很放松、很流动，而且很多维的这个体验。OK。我们这里是走到一个廊桥的位置，然后下面其实相当于是市政路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现在是把2个地块通过这种空中连廊把它串联起来。对。这个状态就很像我们在香港、中环那种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，不仅解决了一个车流跟人流分流的问题，同时也让居住环境没有那种所谓的局促性。对，它放大了你的居住空间的一个边界2个组团共同合力，那你就感觉我们的整个小区就是2个花园，就满足了业主未来可探索性的这一个需求。其实，在这种地方，我就能看到它的加工层跟过往的做法不一样，相当于是模糊了室内外的边界，让整个空间的使用，包括空间的这种叙事的手法，我觉得会更丰富、更到位一点。对，你看这个加工层，它外延出来之后，绿植就会跟它的关系更环抱。像这一种设计手法就很好，它有光影的效果，同时又感觉到空间的限定也是在一个包裹里边。像这种架空层，以前的做法都是为了架空而架空，最后只是一个回家的通道而已。但现在豪宅的做法，你看现在都做出了这种艺术画廊的状态，同时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它模糊了室内外的这种边界，其实我觉得也是在引导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。对，当成一个放会所，它的室内感更强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钢琴馆就还蛮舍得投入的。是的，3角钢琴确实豪宅业主他们的需求会更多元一点，很用心的。现在就在学钢琴哇，现在有这个直接在家门口就可以，老师也过来，很好啊。哇，这里也太牛逼了吧，聂老师！这现在是整个小区的会所。对，那你这个外立面设计也太普利兹克了吧？没有，这个其实是从整个关城，应该说在面试的时候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悬空会所和这个传送塔。我觉得你真的是把这一种所谓的地标性做出来之余，它又有很强的辨识度，同时我觉得符合它整一个楼盘这种豪宅的定位的价值感。我们其实有意的想让这个地方就产生一种场景的冲突感，就上面你会觉得好像很科幻，像一个飞碟嘛。那下面呢，正好是我们想提倡的这种森林健康的这种居住氛围，就把它叠在一起。OK，所以在街角上形成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这么一个场景。像我们在新加坡就会看到极客林宾乐雅，它在面向城市的时候，都是以自然态在临街面给你的一个感官，然后上面再是它使用的那部分。确实这样还挺震撼的，真正做到了所谓重庆森林的状态。这个很重庆，这个很重庆。听觉上也能听到这种流水声音嘛，对，也会让你的心情和情绪会放松下来。是，这里其实相当于是业主人行的一个归家入口，小区大门。这个是全国只此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小区入口大塔。是，所以就用了一个提升交通垂直塔，很现代未来这样的一个感受，然后包括里边的这个一直挑空到上面30米的这个中庭。形成了这一个能够代表业主身份象征的这么一个花的一个元素，当时就是从这里去衍生出去的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关城项目 logo 的一个起始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去会所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边有配套给业主专门使用的一些会客厅，那边还有游泳池、健身房、私宴。还有一个悬崖酒吧，哇，相当于未来是看整个中环万象城跟整个园区的中心了。是的，然后对面就是2期，千中景。那我们去看一下2期最新的样板房。好呀。
现在每个豪宅旁也是卷车库卷到不行啊，卷天花、卷地面、卷洛克区。对，到了这个洛克区，你就会有一种好像快要进入室内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上面整个装修氛围也出来了啊，比较精致。这个归家的仪式感还是营造得很尊贵。这个地方就是以后27洛克，它会像一个酒店的接待台，可以从这里直接坐电梯上到2层主要的生活场景的那个花园层会所。对。包括这些材质也是搭配的特别好。对，这个室内是根据这种沉积岩它的纹理单独找了一些，特别高级。这就是住宅区的1楼标高的位置，我们的架空都做到有6米的。确实，现在豪宅看他们够不够大气，也要看开发商有没有这样的魄力去牺牲很多所谓的货质用来做工具。对，没错。这一块做的特别好，看它的外立面也很大气，它相当于形成了几个玻璃盒子。当时的设计理念我们就是叫做珍宝探秘，整体的基调都很好。我们上去看一下吧。然后这里看这个，哇，对，27标志性的一个艺术装置，非常温润。整体室内比较收敛的艺术性跟这种素雅的状态还是呈现的特别好。是，这个会所相当于是给楼王业主使用来说更方便一点，变成了私属的一个会客厅一样。难怪一开盘就直接秒光。对，这个这些装置也是蛮东方的。对，这个腔调真好。这里其实相当于我们在17看到那个悬崖酒吧，它的状态还会更升级，是因为它面向整一个未来的中环万象城。对，所以你的视野看这个万象城会更好。从这里进去看一下它楼王的样板房吧。好，哇，这样板房一进来就是这种大平层的状态。对，然后也是第4代住宅，看它带了一个非常大的露台。这个项目就是国内先行者之一，包括空间尺度啊，室内跟室外这种露台的互动怎么样去衔接更好，当时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样板，所以它很有代表性。它是366方做了4房的一个格局嘛。对，然后进来客仓厨一体，整体的基调也是跟我们刚刚在会所感受到的这种素雅，然后又挺收敛、挺克制的这种艺术性，还是有它的延续性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实4代宅，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，它也是重新的去引导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是，以前真的是住市中心的房子，你就是关在一个盒子里面，甚至都不想出门。但现在我觉得这种状态，让我们本身能够跟自然更亲近一点。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时候，你能够更多感知到你所处的这个城市面貌越来越好，你也更愿意跟城市之间的那种对话。所以我们的工区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每一个套型设计里面最核心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再加上有4代宅的这种空中大露台的一个加持，那么你的室内、室外的这种互动，它会比以前更积极。室内外的这种边界其实也被模糊掉了。对，然后像这个客厅很典型的电视也被淡化了，我觉得都可以想象到它更符合当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。你这个项目其实参与了几年？第5年了。那现在是17已经完成了，然后27也差不多了，现在在规划37。因为像17的那个空中会所下面的这个叠水瀑布，在37也能有这样的一个街角。我们想在那边呢，真正实现一些这种街道感。就听起来它的那种社区的属性还会更强一点。对的，对的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我觉得重庆也不单只是重庆人的重庆，真的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，就大家很关注也很喜欢的一座城市。确实这个项目也是吸引了全国不仅是同行的关注，很多同行在接到4代宅的这么一个新课题的时候，都会到观城这个项目里面来获取一些前面的一些经验。你们是先行者，希望来的同行不要只是抄袭跟模仿，也希望互相之间能够促进之后，对，让所谓的4代宅它能够有更好的迭代的空间吧。是的，这个才是对于行业来说是比较正向的一种状态。我们很多外地的这个同行来参观都说，哇，这个项目要是放在上海或者放在北京，那不得了，可能那个价格不知道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。所以我今天走完这个项目，我感受到就它整一个产品打造的成本，我觉得它投入还更高一点。是的，但它的房价又不算特别高。当然大家从投资的层面上会去考虑1线城市它更有这种投资价值，但是如果回归到生活本身的话，我觉得这样的产品肯定是更加货超所值的。谢谢聂星老师谢谢韩老师。我是安东尼，关注我，助力你过品质生活。